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灰岩专享的周末漫谈。在进入今天这个漫谈之前，我们先说一下，因为下周开始，或者说这个周末，美国已经进入夏令时了，但是欧洲的话是月底才进入夏令时，所以说这之间有3周时间。那么我的直播从下周开始，周一到周五，周一和周五这个直播时间是从12点半开始。在夏令时之前的话，我们是11点半。那么这3周的话，我是12点半开始。我在这里再次做一下提醒，如果大家要来看直播的话，可以这个自己做一个提醒。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下周哪些比较重要的经济数据。主要有周三，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CPI 数据了，然后还有这个原油数据，对吧？那么因为现在这个美国、以色列、伊朗这个战争还在进行中，呃，白宫那面出来的消息说，这个战争要持续4到6周。如果说要持续4到6周的话，这个原油数据，可能就不太重要，但是可能这个战事对原油的影响会更大一些。所以说现在这个，如果说你炒原油的话，现在其实是最好的时候，因为它的波动是最大的，受到影响是最多的。所以说现在原油反而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之前一阵儿是这个炒黄金、炒白银特别热。现在是主要看这个原油。那么这个如果说你要炒原油的话，因为它很多都是杠杆的品种，所以说你有能力你就去做，没有能力就这个场外关注，或者拿一点很小的仓位去参与。毕竟杠杆的交易跟我们做股票交易还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操作不好的话，是很容易爆仓的。即使你猜对了方向，或者你判断对了方向，你也很容易亏钱。周四有这个就业数据，跟就业相关的数据都是非常重要，因为刚刚过去的这周出的这个非农数据爆冷了，这个就业的人数非常少，对吧？那么现在，美联储的话，应该在今年还会有降息，所以说这个就业数据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然后周五还有 GDP 数据，还有这个 PCE 数据，对吧？跟通胀相关的 CPI、PCE，这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所以说，周三和周五的话，相对来说受到这个数据影响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这个美国、以色列、伊朗这个战争，那当然也是必不可缺少的了，这个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我们看下周还有一些公司要出财报，然后周一有这个惠普，这个是 HPE。这个 HPE 啊，就是跟这个服务器啊、跟 AI 相关度比较高的这个公司，因为惠普是拆分成2个公司了。那么周二的话，有这个蔚来，这是中概股一个这个新能源汽车，然后还有这个 Oracle 甲骨文也是在周二盘后。那么周三有一个 Path，这是有朋友问过这个票，对吧？然后周四有这个 Dolby，然后周五的话是没有。这就是这个网站选出来的，就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那么我们这里会简单分析一些，对吧？然后这是我们看一下分析的品种，大家也可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你们也可以，提出你们想分析的，对吧？那么这样的话，我会在这个，你在频道里面留言，那么我会在这个，因为你在任何一个那个视频下留言，我都能看到，呃，在后台都能看到，所以说我能够在周末，因为周末漫谈的话时间比较多一点，大家可以这个我们可以分析的那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能够更有针对性，所以大家可以在频道下面留言，如果说你有想被分析到的，跟那个缠论相关的知识啊、问题啊都可以提问，我们都可以多交流，这样的话能够共同提高。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标普大盘，这个我们在周末在平时直播的时候有说过，现在再复习一下现在整体的一个状态。那么首先，月线上已经出现顶分型了，月线上已经出现顶分型，而且已经延续2个月了，已经延续2个月的下跌了。如果说月线上要给一笔的话，那你可以从这个3491，你去扯一个黄金分割，看一下它可能到的位置，对吧？如果说砸的比较深的话，可能是到5600，甚至是到5000、5200都可能。但是这是我们只是从大的方向上看一下，因为现在前面这里也出现过顶分型，也延续出来了，这是3个月，但是这就是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的这个下跌，跌了20%，
但是又拉回来了，对吧？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川普 taco 了。前面这里也是出现过一次3个月的一个下跌，那么现在是出现2个月的一个下跌，现在看能不能够再延续，还是说要回撤5根 K 线或者5个月的下跌？那么这是我们后期要跟踪的。你看它现在这个 MACD 刚好也是到了这么一个状态了。看这个 MACD 的话，前面这里是有过一次，哎，一个这个类似一个那个空中加油，前面也出现过几次空中加油。看这里出现过空中加油，空中加油，就是说这所谓的空中加油啊，就是没有回到零轴，没有回踩零轴，然后在这个零轴上方出现了一次踩，就是快线。这2根线就是快慢线嘛。所谓快慢线就是周期的一个那个长短，一般是短周期的在上面，长周期的在下面。那么短周期的回撤回踩长周期的，然后就是短期有出现回调，然后踩到长周期得到支撑，然后又起来了，这就是这个我们一直说的这个空中加油。那么加油之后，前面是出现过几次空中加油的，那么又出现，哎，又到了，你看这里又到了要粘合的位置了。也就是出现小周期开始出现有回落了。如果说再次粘合之后能不能再起来，还是说真的这次要掉头向下呢？如果这里要掉头向下的话，那这个空间一旦打开的话，那么空间是比较大的，对吧？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在 MACD 上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反应。好的，我们现在关注就是它的这一段，虽然说有顶分型了，但是也不代表这个100%要回落一笔啊，这个没有对应性的。所以说我们要关注它的内部结构，为什么一直要看的是这个区间套，对吧？那么区间套的好处就是能够定位，因为月线或者周线这个周期都太大了，你平时交易的话，你根本就用不到它。你交易很多人可能就用的是5分钟、15分钟，是不是带一个1分钟？大部分如果说要盯盘的话，这就够用了。如果说你平时上班看不了那么频繁的话，可能就用个30分钟、60分钟，然后日线这也够用了。对吧？所以说，周期太大的话，那么这个只能给到一个大方向的一个指引。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周线上这个结构，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了。这是3491，A 中枢、B 中枢这2个高低点没有接触，一个趋势上。现在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个回撤，从7002这个回撤已经够一笔了，对吧？那么够一笔之后是回拉回中枢里来，还是说有一次回拉，但是回不来，那就会形成3买，或者说砸得非常狠，跌穿这个中枢，然后一次反弹给一个3卖，这就是跌穿这个中枢了。现在所以说现在就是围绕这个中枢的这个震荡回撤的位置，那么我们之前也测过，从4385测一下它的位置，我们之前测过。最浅的0.382是在6174，也就是6200左右吧。那么还是在那个这个中枢上方，不是说贴着这个中枢上方非常近就一定要回来，这都是这个预测交易，这是没有办法预测到它能到什么位置的。你也可以把这个黄金分割，因为它其他的像这个0.236啊0.786，你如果都加上的话，你可能有更多的这个选项。或者更多的观察的，比如说只是到0.236的话，那就是6490附近的话也可以，这就是非常浅的回撤了，对吧？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一个，用黄金分割给到我们一个可能的潜在的一个得到支撑的位置，这个黄金分割就是这么一个作用。那么现在看什么呢？就是这笔回落已经够一笔了，这个我们在周五直播的时候也说过，那个回落一笔，但是底分型还没出现。就是周线上还没有底分型，是下周那就关注了。下周这个 K 线是一个包含关系的 K 线，还是说再次向下往下砸一个新低的 K 线，还是说一个反转的，然后只能一些能够出现周的底分型的 K 线都有可能，这3种可能性都有，那就是我们下周要关注的。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一笔的回落的内部。就是现在已经够一笔了，我们就可以从7002断开分析了，这样就简单了。这就是其实就是这个非同级别分解，我兼顾大周期和小周期的。那么大周期是周线上一笔，那么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那么日线上是3笔，已经刚好形成3笔了。这3笔我们也测过，等比例的位置在6725，就
就是我们最近一直提醒要关注的这个6725这个位置，就是这个123的空间是在6725达到了等比例，就是说这两个比例是相同的，下跌空间一致，对吧？为什么要观测这个呢？观测这个目的就是看有没有背驰。如果说跌破了6725，意味着这个3的空间比前面的空间大，那它就没有背驰。3跟1，第3比跟第1比较没有背驰，那么没有背驰当然可以继续向下延续了，对吧？它可以到1.618，甚至到2到3都可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比较这个空间的目的，看有没有背驰。只有背驰了，进入背驰段了，就这段现在跟它有背驰了，那这段就进入背驰段了。这段就不进入背驰段，只有进入背驰段，我们才能够进场操作，才有可能反转向上。如果说它不背驰，那你就没有办法交易，因为它就会继续延续，下跌就会延续。那么延续的情况下，你去做多，那你不是逆势吗？对吧？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里稍微详细的讲一下，为什么我每次要比较这个的原因。在平时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很少讲到这些，因为时间比较紧。这是在这个6725这个位置。还有一点，我们当时在周五简单提了一下，就是这个 MACD 现在变得比较难看。怎么个难看法呢？你看它这个 MACD，现在第3段的这个 MACD 啊，这个第3笔，这个快门线张口开始变大，看到没有？这个张口开始变大，然后柱子开始伸长，这都是比较坏的迹象，对这个做多的人来讲是一个坏的迹象。所以说现在是稍微给一点力量的话，就会跌破6725。那么跌破它，首先就是那个做多的话要谨慎操作，任何反弹先减仓，你不要去那个盲目的要那个买反转，对吧？它现在是空头是强的时候，你去买反转，那你相当于赌博嘛。我宁可比如说1、2、3，我宁可等到4出来，我做5，对吧？做一个5段，这里可以给你个2买。如果说跌破前面这个1买的话，还可以在这里做这个1买，都可以。所以说，宁可是不要这个4的反弹，就4的反弹我不要了，我宁可慢慢等它，或者说我也不操作了也可以。你如果说怕买错的话，比如说这个4的反弹，一旦它应该可以是给一个很弱的反弹之后，然后再次下，比如说5还不背驰的话，5跟3比较不背驰，那还可以有6和7呢，对不对？所以说，一旦出现不背驰的情况下，那你去做多就要非常非常谨慎。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强调最近那个要盯着这个位置。如果说要下来的话，那就去200天了。200天均线这个位置刚好也是在这个1.118，也就是6600这个位置，那就可能到这儿来了，对吧？它可以是一个123到这个6600，也就是200天这个位置，然后给你一次反弹，然后再来个5，再来个第5笔或第5段，才有可能。因为这个如果说要是一个12345的话，这是一个叫什么最基础的，或者说最少的一个调整结构。如果说3跟1不背驰的话，对吧？它也可以是反弹上去了，但是也没有力度，在这里做一个中枢可以继续下。然后这个离开，如果说有力度的话，如果说这一段的这个离开段，这个中枢离开段跟进入段没有背驰的话，它可以再生长出来一个中枢，相当于2个中枢趋势下，那延伸的度就够高了。如果说这个离开的没有力度，那就背驰了。就是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比较有背驰，就离开段有背驰的话，可以弹回来，对吧？可以是这样走反转，也可以。所以说，在当时当下这个位置，我没有办法预测到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后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只能够做一个推演。但是每一个状态的转变都有一个临界条件，你只要把握好了它的这个临界条件就可以了。从那个盘整走势类型转换成趋势走势类型，它有临界条件的。从一个3浪下跌转换成一个5浪下跌，它也有临界条件，对吧？简单的讲一下，3要转成5是什么临界条件呢？就是这个3要不背驰，3只有不背驰，它才能转成5。如果3有背驰或者等比例，它不可能转成5啊，所以它又是有临界条件的。这里面的6725就是临界条件。晓得吧？所以说，任何一个结构转变都有临界条件，你只要抓住那个临界条件，紧盯着它，只要它有变化，或者说基于它不产生变化，那你就能够好跟随了。
对吧？任何的变化我们都有模型来对照，那么你只要跟随它就好了。这个模型用在大周期上是非常好用的，就是60分钟或30分钟以上的周期可以用模型，我用模型来套往里套用。现在是什么这个结构？我套用到模型里面，我要找到我现在的这个结构，就是现在这个图形的结构在模型上是处于什么位置。你只有找到了它的位置，你才好推演它后面的是走什么嘛，对吧？你如果说连这个位置都找不到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推演的，或者没有办法等待的。这就是说，在大周期上我是可以用模型套用的，但是在小周期上就不好用模型了，小周期上就要跟踪动能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1分钟上，比如说1分钟、5分钟上，你就不好套用模型了。这个时候你就要观察动能。所谓动能，就是我要发现多空转换的这个强烈变化。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中枢了，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这里有进入段。想要出现这个变化的时候，我这个上涨一定要非常强烈，我才可能逆转这个进入段，这个离开段跟进入段比较才能不背驰。这就是动能的一个变化。但是你这里要套用那个图形的话，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为什么说没有意义呢？因为它是一个中阴状态，它是一个中阴状态，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可以上，也可以下，你没有办法用模型来交易，你只能观察它的动能变化。它这里有一个中枢了，我现在就观察它动能。所谓动能，就是它上涨的那个力度。它这个结构是不是这种非常简单的浪形结构，还是说我这里带中枢，然后带两个中枢，我带了两个中枢才能到这个位置？你说它的就这一段上涨动能是强还是弱？那明显是弱嘛。什么是强？我这一笔就干到这里，然后夸夸夸，这叫动能强。我只有出现这种动能转换的时候，我才能够判断它可能大概率，哎，这里叫逆势，不是叫逆势啊，这里要转换了。从这个前面这个下跌要变成一个上涨了，因为它出现了一个新的动能变化。所以说，在小周期的时候，你就不要套用什么这个模型了，就要观察它的动能变化。我现在我这个动能是在中枢震荡，没有变化，是一个平衡状态，还是说要这个继续延续前面的下跌，还是要往上走，对吧？它如果说往下走的话，那可以慢慢往下走。想要逆转这种上涨的话，它必须要有动能出现。你说它慢慢往上爬可不可以呢？就是说我这里有一个中枢，我慢慢的爬，那这样的话是消耗动能的。它这样是消耗动能，那可能比如说也可以打一个小高点，比如说前面这个高点在这里，我慢慢往上爬，爬到那个位置更可能是直接再次下来，而且可能快速下杀。所以说，上升的过程中越慢，结构越复杂，说明动能越弱，那是不可能逆转的。就是这个趋势，它是这个盘整趋势，它很难逆转，它大不了再回到这个中枢下沿来，再震回来。想要逆转它的话，结构一定不能够复杂。这就是我们说的大周期套用这个模型，你要找到它的位置；小周期的话是观察它的动能变化。好的，这是在这个指数上我们多说一些。我们来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些要出财报的 Adobe。那么这个大结构，其实我们之前是分析过一些。那么基本面，其实大家对这个已经相对的比较熟悉一些，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对吧？那么 Adobe 的话，大家用它最多的就是用它的 PDF 这个功能了。它主要是提供了这些文档，就是这个 PDF 的文档，还有一些这个数字营销解决方案，它有一些那个它的这个用户的这个粘性比较强吧，还有就是说这个行业的标准壁垒也比较高，但是它也有很多竞争对手，像那个 Figma 最近上市的这个小公司 Figma 是它的一个竞争对手，还有微软也是它的也算是它的竞争对手。但是它现在的困境是啥呢？就是因为现在生成式 AI 的这个冲击，尤其这个 OpenAI 的这个 Sora 对它的冲击比较大，所以说现在市场担心，因为 AI 的工具出现了之后，降低了这个创作的门槛
进而会削弱其专业软件的护城河以及这个定价权，这是现在市场对它一个担忧。这也是为什么从638一直跌到了244。那么在它结构上，我们看现在这个结构是月线大这个周期，下面有一个大中枢，这下面的中枢啊是季度的这个中枢。那么它这个中枢明显的跨度，你看它的时间跨度明显比下面这个中枢长，所以说它俩不是同一个级别的。那么上面这个是一个月线的这个比中枢，月线比中枢现在还是在围绕月线比中枢震荡，只不过它这个区间是一个类似一个扩张三角形的，不太规则，对吧？有高点也有低点，对吧？就是这次反弹没有突破这个高点，然后下跌的话跌破了前面的低点，所以说它是这么一个状态，也可以是这么一个这个通道式的一个下跌也可以。你如果说要画一个通道的话，比如说上面两个高点连线，然后下面两个低点连线，你就会画出一个通道来，或者说画出一个现在看有点像一个收缩三角形了，对吧？是这么一个状态，它这样震荡也可以，慢慢的缓慢向下走。所以现在是大周期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我们现在关注就是从638跌到这个244这段有没有结束？现在月线上也没有底分型，也没有出现呢。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周线上，哎，已经出现一个比较复杂的结构了。从638下来，A 中枢、B 中枢，但是高低点有接触，一个扩张中枢。然后我们现在先看第二个中枢有没有结束。那么第二个中枢是出现了一个三脉，然后又出现了一个又延伸了一段，而且这个第三段目测的话没有背驰，我们先测一下。到当时在这个244的时候是没有背驰的，因为它跌破了这个等比例的277，现在又拉回来了，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迹象。那么就看它什么呢？就看它现在也出现了一个强的底分型，看到没有？这个底分型是一个强底分，强底分和弱底分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多次了，区别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个第三元素，就是第一元素、第二元素、第三元素构成顶底分型都有三元素。那么第三元素的高点，如果说不能够突破第一元素的这个高点的话，就是这个高点在这里。第一元素的高点在这里，如果第三元素不能够突破它的话，那就是一个弱底分。如果说突破了这个，像它就突破了这个第一元素的高点，就是一个强底分。强弱的这个底分型，唯一的就是它更容易形成向上一笔。弱底分的话，它就不容易形成一个向上一笔，它容易形成一个中继底分型，就是前面那个下跌没结束，可以继续往下走。但是强底分的话，它是强势表达嘛，对吧？必须要有这个强势表达，才有希望出现一笔。但是这个的话也没有100%的对应性，所以说你只能是大概率，只能是大概率。那么现在已经出现了强底分型，我们现在要观察前面这一笔下跌，它内部有没有结束，我们就要降低周期看一下日线。其实我们要把这个最后这一笔给它高亮一下，就观察的就是这一笔的一个结构。那么这一笔的结构在日线上也有一个中枢，这里有一个中枢，这里进入段，然后这一笔下跌的是比较深的，对吧？针对这个结构的话，它其实并没有完全完事儿，它的三买并没有出现。我们看一下这里是不是有一个三买？这个三买是可以当成一个三买的，三脉啊，因为它是有一个包含关系，下面两根 K 线有包含关系。如果说严格处理的话，它是不够5根 K 线的，它不够一个反弹。但是如果说你只是这个按照我们之前说的，把这个周期，如果说它满足5根，首先要满足5根 K 线，那么这里其实是可以当成一个反弹，一个三脉，然后再次出现一个上涨，所以可以是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如果说看一下它这个财报时间是3月12号，下周四的一个盘后，对吧？如果说它能够，比如说先碰到288，现在还没有碰到288.33呢。如果是碰到它的话，最好的情况当然是强势突破这个前面这个306。如果说能够突破306，甚至到120天这里的话，这是一个强势表达。然后等待一个财报，如果说财报出来的话，直接突破这个看一下裸 K， 就是突破这两个均线，因为这个120天对它的压制是非常明显的。你看那个120天，看这里，看这里，看这，对吧？自从它跌破了120天之后，就是一直受到120天均线的一个压制，所以想要出现突破这个
大幅上涨的话，必须要突破这个120天。所以说120天对它来讲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这个压力位的压力的位置。那么就看它这笔的上涨。好在这个 MACD 现在你看它这个张口张得非常大，对吧？这就是短线出现这个动能比较强的这个状态。这种 MACD 你记住这种形态。出现这种张口张得很大，然后这个上面的柱子面积都在伸长，这说明它的小周期的动能是比较强的。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最后这一段这一笔的内部，应该也是有结构的，看一下它的结构够不够饱满，能不能够往上再冲一冲。那么它这里是一个下上下，对吧？这里是有一个1小时中枢了，这里有一个1小时的中枢。那么现在这里的话，还给了一个算是一个300之后再次向上涨，所以说它现在结构，看下周是不是能够出现一个123之后，这个3能不能够不背驰的往上走？那么你可以在这里就测一下。那想要不背驰，得到308才可以，那就走的比较强，这是强势，而且这个 MACD 快慢线要拉起来才可以。对吧？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在1小时上来观察它在财报之前它能到什么位置，来辅助判断它能不能够冲到这个120天这里。120天也在这个308之上，所以一定要冲到这里才有可能这个出现一个强势状态。我们看一下这个空间有多大，13%。如果说到200天，20%，15%到10%，20%的一个空间。如果说往上走。但是基于它现在 MACD 已经是这种状态的话，它如果说真是往下砸的话，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如果说你还是前提条件是你中长线看好这个公司，回撤的话，反而是出现买点。我们看一下有多大空间，13%，对吧？上下10%，这空间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波动。如果说真能够回来的话，反而会给到一个2买，甚至再次跌破它也是一个1买。因为它这个 MACD 已经拉得非常往上了，它想要砸破前面的低点，然后出现一个掉头向下的可能性，现在看不到。就像前面这里，你想要出现这种下跌的话，现在看不到，因为它现在是上升状态，对吧？你这是往下走，这都是往下走，或者这里也是，你都要上到0轴以上，然后掉头向下走。现在看不到啊，它现在 MACD 全都是张口往上走的。你除非是立刻一个下杀，然后出现2个粘合，才有可能下来。所以说，你可以利用 MACD，你就能知道你现在这个位置是做多或做空的哪个风险更大一点。好的，针对这个 Dobby 我们就说这么多。我们再看这个 Oracle 甲骨文，3月10号下周2盘后。那么甲骨文的话，在周五的话好像还出了一个什么新闻，我们可以看一下。出了什么事儿呢？就出了一个消息。它跟这个 OpenAI 的这个在这个3月6号盘后，这个出了一个，昨天周五出了一个这么一个消息，就是，它跟 OpenAI 对这个数据中心的那个建设的话，我要推迟一下或推后。这个当时在市场中是引起了一点的这个波动，它当时是出现了一个快杀的状态。我们看一下小图形，那就这段，当时的那个下跌就是因为出现那个消息的快速下杀造成的。但是你看，在1分钟上、5分钟上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下杀，对吧？这个下杀是非常恐怖的。但是你看它的空间有多大？4.56%，在短周期1分钟上很短就砸了5%，这个其实是非常恐怖的。如果说你要交易带杠杆的话，这是一个非常狠的一个下杀。但是在日线图形上就看不出来，就是这么一个上影线。就完事儿了，所以说这就是做小周期和做大周期的一个区别。小周期你看的就是惊心动魄呀，但是大周期你觉得，哎呦，也没什么变化嘛，不就是在150、152这里震荡了一下嘛，对吧？这就是你平时没有时间盯盘的话，你就多看一下大周期；你盯盘的话，你就去看小周期。但是小周期特别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Oracle 的图形。那么甲骨文的话，大家其实对它也多多少少都知道，它就是主要提供这个数据库的软件还有这个云那个基础设施，以及一些那个 CRM 的这个企业应用，对吧？那么但是呢，它的护城河是啥？就是它的这个极高的转换成本，因为你这个核心数据库，你的迁移难度比较大。你一旦用了这个 Oracle 的数据库的话，你想换成其他的，这个难度是比较成本太高了。
所以说这是它的也算是它的护城河。然后它的这个 AI 算力是有优势的，因为它跟这个英伟达是有深度合作的，对吧？所以说，它而且是全球最大的数据库厂商，也是二线云厂商中的 AI 转型领军者，就是在云数据库上面它是二线的，但是在这个就是固定的这种数据库，就是它是最大的。那主要竞争对手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有微软呐、亚马逊呐、还有 SAP 啊，德国这个 SAP 都是它的竞争对手。但是它现在的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啥？就是它这个高债务，它这个高额债务，它借贷了好多钱，它这个 Capex 特别的高，你借贷了很多钱，你债务压力比较大，而且它因为之前要收购这个Conner 这个公司，它借了好多钱，所以说它现在在这个债务方面压力比较大。以及呢，它在这个公有云市场的份额仍与这个头部的三巨头，就是我刚才说了，微软、亚马逊还有这个 SAP，那还是有差距的。所以说这是它现在所处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看一下图形，就看一下日线上，日线上从345下来，一个中枢，两个中枢，对吧？已经两中枢趋势下了，已经两中枢趋势下，什么时候就是趋势下完事儿了？不是说马上就要逆转了呀？对吧？它可以在这里趴着的，它可以一直在这里横着，做一个中阴状态，它不选方向，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趋势下并不代表就要结束要转折了，那你需要我刚才说的那个小周期，你起码要动能要出现呐，对吧？1分钟、5分钟有没有动能转变，对吧？现在在这个135这个上涨这一部分没有出现一笔的反弹，它现在不够一笔。如果说这里135能够出现一个转折的话，如果说这样的话，到这里我从135断开的话，那么它可以这样走。这里我算进入段然后一笔下一笔上，这是可以有，但是这个下和上，尤其这笔上的力度太弱，我需要看到这种强势表达，才有可能出现一个逆转的一个可能性。现在看不到，现在只是有进入段了，有这个2笔了，可能再有可能是下来一笔，或者说再打一个低点也可以，对吧？然后再看它是不是能不能够出现强势的走势。所以现在看没有一个强势的表达，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堆 K 线的一个小周期上。那么在1小时上的话，就是这里是一笔下一笔上。那在这笔上，我们现在是关注它的一个上有没有一个强势的一个状态出现。这是一个下上下，可以是这里有一个，可以把它这里当成一个1小时的中枢。那么这是一个进入段然后这是一个中枢震荡，然后再次上去。现在这个回来的话也没有特别明显，所以说现在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裸 K，就是这个120和200这个均线，两个均线这里最好能够支撑得住，往上走，或者说你回踩一下，踩到这个中枢中轨这里，然后快速往上拉，才有可能我们刚才说的，这是进入段这是日线那笔进入段然后日线的一笔下，然后这样走一笔上。对吧？这个上现在力度没出来。如果说它要是走一个，这是进入段然后一笔下上，这样再做一个中枢也可以。那看它能不能够到前面那个低点，甚至再次跌破前面那个135.26的话，可以这样走也可以，对吧？所以现在其实就在一个1小时的一个中枢震荡。那么最主要就是这段的力度没出来。看它如果说能够回撤一下中轨，然后也不这个 MACD 也不到0轴以下的话，那看它能不能够这笔起来，那就可能到这个财报这一天了。我们可以测一下空间。如果说往上财报往上走的话，那你就先看能不能够回到这个中枢里来。我们测一下，到这个中枢下沿22%，这空间还是比较大。到这个前面的均线这里是40%，这个空间就更大了。如果说跌破前面的低点10%，对吧？跌破的话，反而是可以进场稍微的做多。如果说只是一个快速跌破，然后不能够延续往下走，因为它这个 MACD 也已经到0轴，这个开始往0轴方向运动，而不是说掉头往下走。所以这种跌破很容易出现一个空头陷阱。就这里如果说跌破它的话，跌破前面这个135的话，会出现一个空头陷阱，快速往回拉。
对吧？尤其它这个结构也是相对饱满的一个向下的一个结构。但是呢，基本面方面，如果说不能够出现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的话，我们刚才说那个债务压力啊，还有什么这个云的这个基础设施方面，如果说基本面没有好转的话，它可以不跌，但是也不涨，它可以在这里横在这里不动弹，这是最讨厌的，对吧？好的，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惠普，那么也是一样，它也是，主营业务就是提供这些服务器啊、存储啊，还有一些混合的云服务，它也这个企业客户的粘性是比较大的，也有很强大的这个专利库。当然了，它也通过收购了这个 Uniper 强化了这个 AI 驱动网络生态，这是这个 HPE。然后它这个在全球的服务器存储市场的话，它属于前三，它不属于龙头。那么龙头可能是像戴尔啦，对吧？可能是比它要强一些。还有联想啦，这都是比较强的。还有这个什么思科了，这都是它的竞争对手。所以说它在这个全球服务器以及这个存储市场的话，不算龙头，龙头应该是戴尔。所以说，它现在的困境就是转型啊，它想这个从传统的硬件利润这个转化到这个服务器啊、存储这方面来，这是它现在的一个这个转型。所以说，在这种高压的竞争状态中，它需要证明它的这个增长速度能够抵消它的这个核心业务的放缓，这是它现在所处的一个状态。这个公司所处的一个情况，大概一个情况。我们看一下结构，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那从这个7.43，这是一个大的月中枢进入段离开段，它这里是出现过一个毛刺的一个4个月。这里这个从最高点到最低点是4个月，但是你在画图形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把它画成一笔的，也就是说它是这样一个进入段，然后开始震，然后这里其实画成一笔没有问题，因为它这个新的一笔是生成的，只不过就是这一笔不满足缠论的一个定义，对吧？但是并不影响你来那个划分它，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就划掉它，不管它，就直接这样一笔也可以，就不取这个低点。那么现在看这个26.44这一笔回落已经够一笔了，已经是5个月的回落了。那么就看这个想要出现底分型的话也比较难，因为它这个底分型要到这里，要突破前面上一个月的高点在这里呢，在24.5附近吧。对吧？或者说我本月的话，我就收在这里，我就跟上一个月有包含关系也可以，然后下一个月出现一个上涨也可以。当然了，下一个月也可以继续向下延续。所以说这就是现在本月现在目前是因为上一个月或之前这里是有这么大一个区间在这里，现在基本上在这个区间下方，这就是我们需要观察它的小周期了。那么周线上回撤够一笔了。周线上回撤够一笔，而且是在120周之上，看到没有？在120周，而且周线也底分型，这都是好的迹象。然后你看它的 MACD 也开始收回来了，收在0轴以上，收平的话，看它能不能掉头往上走，所以这都是好的迹象。说现在这个周线上这是一个回落够一笔，又出现底分型，看它这里能不能够反弹出来一笔。再看一下日线，那么日线上结构。从26.44进入段，1、2、3、4、5、6、7、8，已经第8笔了。每一笔的震荡都在这个区间之内，看到没有？一旦你这个前3笔构成中枢，你有了区间之后，其实后面就好操作了。你只要在上方减仓，在下方加压仓都不会太差，这个节奏都不会太乱，对吧？一旦有中枢以后，你就按照中枢震荡就好了。那么现在这里看它能不能够。因为现在还在中枢反弹呢，那个中枢内部震荡呢，看它这笔能不能够回到这个中枢里去。我们看一下空间，如果说只是到中枢内部4.6%，如果说能够到这个120天10%，到中轨也是10%左右的一个空间。如果说这一段能够起来，我们看一下是哪天出财报，周一了，下周一就要出财报了。那么，看一下这个财报之后，最好是能够直接就回到中枢里去，来一个跳空缺口，直接就上来，对吧？进到这个甚至到这个120天这里。那如果说真的是要这样走的话，你反而要注意一个高开低走，
因为它很容易到了到这个位置是23附近吧，刚好有一个压力位置。那么如果说直接开到这个位置，或者说开到这个下面一点点，往上冲一点，然后一个掉头往下走，那你就毁了，那就可能要补缺口了，这个空间就大了去了，对吧？所以说下周这个财报还对他来说还是比较重要。如果说它是真像我们刚才说的话，那就要重新划分了。那从19.84，你只要画到这里是一笔，那可能需要新的一笔生成之后再看它是不是要选横向，因为它马上要出现9笔的一个震荡了。进入段1、2、3、4、5、6、7、8，然后这个9的话，然后再回去可以直接往下走，也可以，甚至往上旋也可以。所以它现在是面临这么一个状态。那如果说要跌破前面的19.84呢？我们看6%，往下6%，往上10%。如果说带力度的往下快速往下杀的话，那你就要注意了，它可能要走的比较远了。那这个就是离开段了，你需要跟前面的进入段比较。我们现在比较一下，等比例在17.83，17.83跌到这个位置，跟前面这个进入段的空间是一致。我们可以测一下空间，到等比例15%，15%。如果说杀的比较狠，因为针对这个 HPE 的话，它的平时震荡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财报前后的一个震荡是比较大的。我们看一下前面这里，这个是出了财报之后的第二天1.8%。虽然说当天的，你看它的一个振幅啊，从这个低开到这里，然后直接拉回到这里，这个振幅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看一下12%，对吧？它出财报之后的当天振幅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种票，除非你对这个行业有深刻的理解了解的话，那你可以长期持有。但是你可能要只是做一个短差的话，哎，它这里还有一个大缺口，刚好现在这个是在这个中枢之下有这么一个大缺口，是不是要往下来补缺口也有可能。直接如果说来一个跳空，那这个就变成一个倒停反转了。这有一个倒，这有一个缺口，然后在这里再做一个缺口，然后往下走，那就坏了，那就是做多要非常小心了，相当于一个倒型反转。这是一个上面有一个倒，然后这有一个缺口，左面有一个缺口，右面有一个缺口，这就是倒型反转，这就是传统理论里面讲的。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未来，那么未来汽车的话，其实我们之前是分析过几次，我当时分析它也主要是看图形，但是其实我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做股票的话不能够只看图形，最重要的是基本面和这个比价关系，就是这是更重要的，尤其是你要选择一个要长期操作的股票的话，不能不看基本面，基本面反而是更重要的。那么针对这个电动车行业的话，那么未来的话绝对不能够算是这个龙头，但是它有一个优势，就是这个换电体系。它这个换电的话是整体换它这个电池，不像很多都只是充电，对吧？它是，但是你建设这个换电的这套系统也复杂呀，而且它的那个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这是它跟其他的电动汽车厂商的一个区别。所以它的主要对手大家都知道，特斯拉，特斯拉是电动汽车领域的一个龙头了，还有理想啊、蔚来啊，这个华为啊、华为的问界啊，对吧？都是它的一个竞争对手。这是它的一个简单说一下基本面。那图形的话，我们之前其实说过，就是3.61这个最低点，就是这段下跌，从这个66.6、66.99下跌之后的这个，当时之所以讲它的原因，也是因为它有2个中枢了。其实这个图形你跟刚才那个惠普一看，或者说跟那个甲骨文一看就知道了，它可以2中枢之后不是一定要转折，它可以趴在这里震，这就是未来就出现了一种情况。前面是一个趋势下，结构非常完美，然后开始出现了一个在这里大幅震荡。那么我们看一下它这个震荡空间，中枢的空间并不大，40%的一个震荡空间。它的这个高低点的话，从这个最低点到前面的最高点，117%，就其实震荡空间也挺大，因为我们看的这个图形大呀，是周线的。如果说能够操作它的话，其实利润也不少的，尤其是那么规律的一个震荡。非常规律的一个中枢震荡，一个周线震荡。你如果来回操作它的话，也没有问题。但是它现在就是一个没有选择方向啊，一个中阴段，这就是它的一个中阴段，可上可下。那么想要出现转折，这个离开一定要能够不背驰，才有可能离得开。所以现在就是处在一个中阴
震荡的一个阶段。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周线状态。那么我们要看一下它的这个日线上，从8.02下来之后，这是一个进入段，然后开始在这里做中枢。现在最低到了4.41，最近这个最低是4.41，但是没有跌破前面的4.38，还在这个中枢的中震荡呢。日线上还在这个中震荡，它是要在3月10号周二盘前出财报，对吧？如果说能够出了财报之后往上走一走，如果说能够站到这个中枢之上，甚至是到这个120天、200天之上，才有可能打开空间。那如果说打不开的话，那就可能要往下沉了，弹一下再继续往下走，然后可以走出2个中枢来。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进入段，然后这里做了一个中枢，然后弹一下，然后可以继续往下走，然后再做一个中枢出来，才可能结束它，对吧？所以现在就是它现在出了财报之后，可能弹一下到这个200天，我们测一下它的空间。到200天10%，120天20%，所以说你如果说它财报之后到了这个，尤其是120天这个位置，在5块这是多少？5.78，5块8附近的话，如果说是上不去的，那你就要去减一减仓，甚至可以去做空它，因为它有可能大概率再回来，甚至是往下走。如果说它要是选择往下走，就财报之后往下选择的话，跌破前面的4.38。那就是我们看一下空间7.8%，向下的空间并不大。然后如果说这个 MACD 还没有力度的往下砸的话，那有可能是出现一个跳空低开之后往回拉，也就是这段往下走跌破了4.38，没有力度，因为它前面这段力度太强了。你看这里 MACD 柱子的面积还有这个快慢线的深度都太深了，很容易背驰。如果说真的跌破4.38的话，很容易被持，就这个位置很容易被持，很容易被拉回来，甚至拉回到中枢里来。所以说就是跌破4.38，而不是去追空，而是去看做多，买它的反转。我们赶紧还有一点时间看一下这个 PAS，这是在3月11号周三盘后。那么这个 PATH 这公司是啥呢？它是全球机器人流程自动化领域的领军者，就是 RPA。那么它主要是提供 AI 驱动的自动化平台，通过软件机器人模拟人类操作，实现企业业务流程的自动化。那么，这公司如果说一旦你买了它公司的这个东西之后呢，你想转换的话，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它有很强大的这个 AI 智能体的一个技术壁垒。在这个 RPA，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机器人流程自动化这个赛道的话是龙头，它是 RPA 的龙头，而且多年被这个Gartner 评为行业领导者。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微软啦，还有一些这个 automation 的这一些做这个自动化的公司是它的竞争对手。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这个在月线上，我们看一下月线，月线上从这个最高点下来之后，然后做了一个123，然后有一个离开，就是这段到9.38，我们先看一下9.38左侧这些。9.38左侧，这是一个进入段，然后一个上下上构成中枢，然后走了一个离开，这个结构是饱满的。首先，这个结构是饱满的，是可以这么结束的，对吧？有进入，有中枢震荡构成，还有离开，这个结构是饱满的。那么现在出了9.38之后，它又出现了反弹一笔，没有脱离这个中枢，然后又被拉回来了。但是这个拉回来之后没有跌破9.38，它要想跌破9.38也可以这么走，但是它没有跌破。然后这个月目前是选择是上涨10%了。如果说因为财报的原因往上走的话，再次突破19.84的话，那就有希望这一笔月线上的这一笔延续，对吧？现在从大周期上我们看，那么我们先测一下，现在价格到这个月线中枢中轨13%，到上沿35%，到这个前高68%，空间首先是有的。如果说往下走跌破前面的9.38的话，20%，对吧？上下20%的空间是有的，就是往下走要跌破9.38 20%，然后往上走就是起码这个中枢的上沿也有20%的空间，所以说它上下的空间
是相对比较大的。因为它的盘子比较小嘛，这个盘子比较小，那么波幅就比较大。我们现在要看一下，就是以9.38和这个19.84这两个区间之内，它是怎么选，要么是往上选，要么往下选，所以它现在没选方向，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要是两个方向都要看，就这个区间我们要看它的方向。周线上9.38进入段，然后这里1、2，哎，出现了2次，现在这个周线上有这么一个中枢了。如果说是以9.38作为这个起涨点的话，这是有进入段，然后3次回荡，2次回荡构成了中枢，然后这里还有出现了这个底分型，这都是好的迹象，而且这个底分型还是个强底分。那么我们现在关注重点就是从这一笔19.84下跌到9.47这个最低点，又出现底分型了，能不能够出现上涨一笔？然后看是到前面这个周线大中枢的上沿儿，还是说能够再次突破19.84，对吧？这就是我们再次降低周期，看一下它的日线。那么日线上结构就简单了，从19.84跌到9.47，它走的非常的怎么说呢？它这个结构上就是1、2、3，3笔，严格定义的话就是3笔，但是它这里走的非常纠结，前面这里走的非常纠结，但是严格定义的话，这都不够一笔，因为它这些都未破坏，所以说严格定义从19.84一直跌到这个11.62才够一笔，所以说它这个是一个1、2、3，那么现在反弹也够一笔了，也回到这个11.62之上了，所以说下周，哎，关键了，如果说往上走，它能够往上到这个200天的话，12%，120天20%，这就是我们刚才这个在月线上测的。那么往下来就是要跌破这个9.47，20%，上下20%，往下来要买，因为它这个 MACD 已经提示你它往上的动能比较强，往下来反而是一个空头陷阱，给你个二买，因为这里是可以有一个中枢了呀，对吧？回来了回踩，没有跌破9.47要买做多。如果说跌破9.47，你要看有没有背驰，就是这个，因为它这进入段走的特别远，你需要把下面这些珠子的面都加起来，才是它的这个下跌的这个 MACD 的面积。那么后面的话很容易背驰，如果说跌破9.47的话，但是如果说你发现这个跌破的时候，这个动能非常强，甚至是去跌破前面这个9.38的话，就是跌破这个位置，那你就要等一等，对吧？比如说给到一个底分型上我才开始进，跌破它的话，一个跳空缺口，我在这里可能等一个底分型，我再往里进。这里有一个大的跳空缺口也没有关系，我现在要等那个出现。如果说要跌破前面的这个9.38的话，如果只是跌破9.47，但是不能够跌破9.38，那你就要看跌破之后是不是要一个快速回拉。如果说出现小周期出现一个快速回拉的时候，比如说开盘比较低，然后一个快速往回拉的时候，你可以进场，先做一笔短的反弹也可以。好的，那么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分析到这里了，主要就分析了一下下周要出财报的这些公司。那么我们就到这里了，再见。